蓝忘机亲吻着他紧闭的双眼，从昨日到现在，随他怎么折腾，这人都这样的沉睡着，安安静静的，静的这世界如此的可怕。他疼，打心里疼，疼得厉害，疼得喘不过气，疼得眼睛湿润。他的泪打湿了魏无羡的脸，一时间又急忙起身下楼去打热水，想给他洗脸，从店小二那里拿了热水上楼，也不知是不是自己眼花，魏无羡床前竟有一女子趴他床榻之下，蓝忘机眼神一凝，瞬息便抽出碧尘抵在他脖颈上，待他抬起头，竟是裁缝店的老板娘，说为何来这里？顾不得那心中的讶异，蓝忘机眼神冰冷地看着他，你骗我，我主人快死了是不是？老板娘眼神间尽是悲痛，有些发狠地看着蓝忘机，主人，主人，是我的主人。他说话间慢慢从老板娘身体中抽离出来，蓝忘机看了看，这竟是昔日他被这人囚于夷陵时看见过的鬼魅，那时魏无羡总会用血喂养他，却不想这鬼魅竟同文明一样，有了自己的意识。我主人就要死了，明明前些日子还好好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他发狠间指甲长了出来，红得瘆人，想攻击蓝忘机，却被床榻上的一声轻哼让情绪静了下来。两人都急忙转头看向悠悠转醒的魏无羡，主人，主人，魏婴，你如何？魏无羡意识依旧混沌，他看不清眼前的两人，迷迷糊糊间又将沉重的眼皮闭上，仿佛不曾醒来一般。魏婴，主人，主人。女子还想靠近的去碰魏无羡，却被蓝忘机的碧尘给逼退，赤裸裸的告诉他不许逼近。我以为他会过得很好，也不敢去找他，不敢与他相认，我只是想看看我主人，蓝二公子，我如何信你？蓝忘机依然警惕，任何与魏无羡有危险的东西，他都不会让他接近。于你们世家眼中，我就是一个脏东西，可一旦认主，我们是死都会忠诚于自己的主人。说话间，他拿出自己的魂心，眼神真挚的看着蓝忘机，你可以随意的控制我，毁灭我，驱使我，暂时替我主人保管他。蓝忘机接过他的魂心，放下碧尘，眼中情绪复杂，终是信任了他。鬼魅会向人交出魂心，便是献祭般的交出自己。主人，他依旧死死的盯着魏无羡，似乎还是不愿意相信事实，生与死，忠诚于自己。是他的主人给了他第二次的生命，让他有了人的意识。他等了许久的主人，他的主人怎么就可以这样的离开？我能救我主人？你说什么？蓝忘机听言，一瞬间胸口剧烈的起伏着，眼睛似乎要将他刺穿。不过你至少还要让我主人撑过5日。何解？蓝忘机声音低沉沙哑的不像话，一瞬间像是在无限坠落的深渊里被人拉了一把，拽得他手臂生疼，活活像是被撕裂一般，可偏偏给他留了生的希望。我生于一江，善用蛊术，常用保命之用，不过我族被当作巫邪灭门之后，也不曾再用。养蛊最快需5日，你是主人深爱之人，届时将蛊种于主人和你体内，若能撑下，便能救下主人。蛊，对，同生蛊，与相爱之人同种蛊，以命养命。不过此法阴狠，先死而后生，一旦种蛊，主人立刻便会死亡，再种蛊于你身上，以命养命，重换骨肉，也就是说一死一生，再同生，待主人复活，此蛊便会失效，不会对人有任何影响。死亡，蓝忘机声音梗塞，手攥得死紧，这2个字他不陌生，可放到魏无羡身上，只会一遍又一遍的撕裂他，哪怕只是一时，哪怕知道这是救这人的办法，可他还是不敢细想，没有任何生气，安安静静的人，现下只有此法，而且无论如何都需要主人撑5日，人死了便也无效了，信与不信都在蓝二公子。5日后我会再来找主人，那把伞你带上，我便知晓你和主人在何处。见蓝忘机泛红的眼中带了迟疑，只留下一句话，便死死看了看床榻上躺着的魏无羡，随后就要离开。姑娘何称？主人叫我阿红。蓝忘机声音依旧沙哑，他缓缓抬头看了眼女子。阿红走后，他便定定地看着魏无羡，像是要把人揉进血肉里一般。魏婴，我该如何？理理我吧。他把脸埋进魏无羡手中，有些无助。若是有那么一丝希望，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放弃。可若是失败了，他又该何去何从？麻木了的心随着这点希望慢慢的跳动，却也让他又重新开始害怕，开始迟疑。阿红已经把自己的魂心交给了他，他也没有理由不去信任。
只不过他还是跨不过那道死亡的沟壑，也是那样的浑浑浊浊。也不知多久，直到魏无羡的手微微一动，手指轻划过蓝忘机埋在他手心的脸上，这才惊醒了有些迟钝的人。蓝忘机眼中渐渐清明，他抬起头，握紧了魏无羡的手，感受到那些许温热。也就是在那么一瞬间，那人手指轻动的一瞬间，他便有了答案。魏婴，我当你是回应了。沉睡的人当然不会回应他。蓝忘机盯着魏无羡泛白的嘴唇，手指轻轻拭过，连夜他便带着魏无羡回了云深不知处。5日，称5日，兜兜转转，还是又把这人带回了云深。醇厚的灵气，要命的药材，除了云深不知处，他找不到一个能让魏无羡再多撑些时日的地方。另一边，阿红又继续以老板娘的身份回去店里，他把店门关闭。晚间时，愣愣的坐了许久，看着窗旧外的月光，和依林的不太一样，少了些昏暗，似乎是做够了，这才用匕首从自己的手腕处使劲划开，把黑色瓷瓶里的蛊虫放进伤口里面。只是片刻，杨谷的那只手便慢慢的像老人的手一般，松松的，只有空壳似的皮，以血肉养蛊是最快的时间。这具身体之后也再不能用了，5日后他便再没有这休闲欢愉的时光了，重新回到以前，只是一个鬼魅，可他的主人便也会回来了，这样也好，也好。当然真的很痛，蛊虫咬身体也很痛，鬼魅就没有这样的痛苦，鬼魅可以一直的跟着他主人，如果被需要的话，他也要撑5日。蓝忘机回了云深，便告知了蓝启元一切，此等蛊术他也只是听过，不曾真实见过，从来只当是谣谈。可魏无羡这般情景，若是真的有那么一点希望，那也比活活等死的强。勉强过了2日，可到了第3日，魏无羡便是进气少出气多了，要一下猛，他便一口呕出黑色的血块，吓得人胆颤心惊。蓝忘机也被吓得发了狠，清理干净他身上的血污后，便把用手捏着他下颌，用嘴强硬的将血掺熬的药喂进他口中，半点不让溢出来，每喂一点，又一下一下的顺着他咽喉，让人咽下药时更容易些。强硬的吊着魏无羡那口气，他不敢睡，每时每刻都死死的盯着魏无羡，总怕自己稍有不休息，这人便出了什么意外。整整3日，魏无羡连眼睛都没睁开过，可夜里却是奇迹的醒了过来，月光透过窗就穿了进来，他微微睁开眼睛，却是看见蓝忘机泛红着双眼，就这样看着他。蓝湛，声音虽然哑的不能听，却是能发出声了。魏无羡也惊喜，自己又能开口说话了，开口叫那人名字。明明身体上到处都叫嚣着疼痛，明明浑浑浊浊不知东西，但是今日醒来，他好似没有那么累了，他甚至能看清楚那人。魏婴，醒了就别睡了，可好？不忍心拒绝。魏无羡知道自己依旧会沉睡，可还是应了他。2日，再撑2日，若是你提前不要我了，那我便也领了那戒鞭。此生不留尘。淡淡的月光下，魏无羡似乎是第一次见到蓝忘机那种陌生的癫狂，不属于那人的癫狂。戒鞭，